俄罗斯装甲部队的噩梦来了，英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贫铀装甲弹。不得不说，这次英国迈的步子有点大，毕竟美国都拒绝承认提供贫铀穿甲弹。但英国国防部副国务大臣在声明中证实了援乌挑战者2主战坦克的计划，同时还提及了弹药供应，其中包括贫铀穿甲弹。消息一出，俄罗斯果然又开始抗议了。当初西方纷纷援助先进主战坦克的时候，俄罗斯就极力反对，但完全无法阻止西方援助行为。没办法，俄罗斯退而求其次，你们在援助坦克的时候，不能援助贫铀穿甲弹，否则将被视为威胁俄罗斯的核臧弹。毕竟贫铀穿甲弹这种武器对于俄罗斯装甲部队的威胁实在太大了。但让俄罗斯没想到的是，英国完全不管它的威胁，还是要为乌克兰提供贫铀穿甲弹。毕竟英国与俄罗斯之间围绕乌克兰的矛盾是非常深厚的，尤其是在俄乌冲突之前，英国4-5型驱逐舰前往克里米亚的时候，被俄空天军的战斗机实弹驱离，这让英国非常没有面子。所以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英国也是尽心尽力的援助乌克兰，像 M270 火箭炮、AGM-84鱼叉反舰导弹，甚至还打算提供巡航导弹。在西方援助乌克兰先进主战坦克之前，西方国家已经搜集了大量苏制坦克送到乌克兰，但这些落后的坦克已经基本被打光了。毕竟这些老旧装备的穿甲能力弱，难以在战场上对俄军坦克造成威胁。而这次英国援助的贫铀穿甲弹可是公认的穿甲能力高、杀伤力大的武器，一旦乌军装备这类武器，就能显著降低俄军坦克的作战能力。目前挑战者2主要装备的贫铀穿甲弹分别为早期的 L26A1 和更新的 L27A1 两种型号。至于为何会选择援助贫铀穿甲弹，火力军这边有点看法。在挑战者2早期服役时就暴露出火力不足的问题，各国装备的主战坦克都采用了大口径滑膛炮，而挑战者2则坚持使用 L30型线膛炮。虽说线膛炮有精度高、射程远的优点，但在发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时候，需要通过滑动弹带，极大影响炮弹的出口动能。L30滑膛炮发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时，炮口初速约为每秒1530米。而德国豹 2A4 主战坦克使用的 L44滑膛炮，虽然炮管长度短了近1米，但初速却高达每秒1650米。从豹 2A5 开始采用的 L55滑膛炮，炮口初速更是达到每秒1730米。除了火炮自身有些不足以外，英国坦克的炮弹性能也落后于时代。此前装备 L23A1 乌心穿甲弹是英国研制的第一种120毫米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已经服役了数十年，但穿甲深度仅有400毫米，难以击穿俄军改装后的 T72B3 主战坦克的正面装甲。而挑战者2装备另外2种穿甲弹，均为贫铀弹。L26A1 主要是将 L23A1 乌心穿甲弹的弹芯更换为贫铀材料，穿甲能力提升了15%以上。英国最新的 L27A1 贫铀穿甲弹穿甲能与豹2系列坦克使用的 DM53 钨合金穿甲弹大体相当，足以摧毁俄军大部分主战坦克。所以就有分析认为，英国是担心援助给乌克兰的挑战者2如果使用常规炮弹，可能无法击穿俄军主战坦克，所以英国才会决定提供贫铀穿甲弹。另外，炮弹的服役寿命通常在15到20年，英国装备的2款贫铀弹已经接近服役年限。考虑到贫铀材料的处理程序非常复杂，成本也比较昂贵，所以英国将其连同挑战者2一并送到乌克兰，也可以借机销毁。西方一再升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目的很明确，就是加大俄罗斯的消耗。英国这次举动就是想为西方援助撕开一道口子，可以让西方更多先进、杀伤力更强的武器进入乌克兰。如今，英国率先援助贫铀穿甲弹的影响已经出现了。在英国宣布计划的同时，美国国防部也宣布向乌克兰加速交付 M1 主战坦克。原本因为技术原因，这批 M1 坦克可能要到几个月后交付，但根据五角大楼最新表态，美国将直接从陆军库存中调拨一批 M1 进行翻修，有望在今年秋季交付乌克兰。美国陆军使用的 M1 系列主战坦克配备了贫铀装甲和贫铀穿甲弹，但美国对相关技术非常敏感，
所以 M1 系列坦克在出口其他国家时都会换成常规弹药和装甲。但在英国率先援助贫铀弹之后，美国援助的 M1 坦克可能也会配备这些装备，还有助于缩短长达数月的改装过程，以便尽早让乌克兰获得这些先进西方坦克。为什么俄罗斯会坚决反对援助贫铀弹？这还是因为其超强的穿甲能力能让俄军装甲部队失去优势。在现役主战坦克的弹药体系中，贫铀弹是威力最大的一种。它既有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飞行性能，还拥有比普通穿甲弹更强大的穿甲能力，是一种以材料取胜的高科技弹药。一般来说，为了击穿敌方的装甲，坦克发射的炮弹有2大类，一种是动能弹，代表是穿甲弹；另一种则是化学能弹，代表的是破甲弹。顾名思义，穿甲弹就是利用巨大动能贯穿敌方装甲的动能弹。既然穿甲弹属于动能弹，那就跟飞行速度与材料质量有关，速度越快，质量越高，打击效果就越好。这就意味着动能弹材料的密度要足够高。目前密度最大的金属是铯，每立方厘米22.59克，但这种材料非常脆，基本上经受打击后就会变成粉末，韧性不够高。接下来最常见的材料就是钨了，密度能达到每立方厘米19.25克。但是因为钨这种金属材料韧性的原因，不能单纯的用钨作为弹头，往往要加入其他金属制作钨合金。常见的93钨合金密度是每立方厘米17.6克，要小于贫铀的密度。从硬度和密度上来说，贫铀成了最适合制作成动能弹的材料。贫铀弹的原理与普通穿甲弹一样，使用方法与普通穿甲弹没有任何差距，但在同等体积下，贫铀弹要比普通穿甲弹更重，所以造成的打击效果也更强。另外，贫铀这种武器还有一种特性，那就是自锐性。普通穿甲弹在穿甲的过程中越来越钝，穿甲弹的尖头会逐渐的被磨平，最后失去穿甲能力。而贫铀弹头在穿透装甲时，不但不会变钝，反而会越来越尖锐。以美国 M829A1 贫铀穿甲弹为例，贫铀合金长杆杆长660毫米，直径22毫米，在2000米处对垂直均质钢板的穿身为600到610毫米，而钨合金正好相反，它是自钝特性，越撞头越钝，在撞击装甲之后会形成一个蘑菇头，这主要是因为金属本身的绝热特性不同所导致的，这就导致相同能量下，贫铀的穿甲能力要远远强过钨合金。钨合金穿甲弹在面对炸制均质钢装甲时，想要将其穿甲效率提升到贫铀弹的水平，就需要比贫铀弹高出约200米每秒的打击速度。一般来说，设计优良、大长径比的长杆型穿甲弹飞离炮口后，每飞行1000米，每秒就会降低50米的飞行速度。所以，贫铀弹出膛后，在距炮口3000米处的穿甲效率与钨合金炮在炮口处的穿甲效率相当。两军对垒时，装备贫铀穿甲弹的坦克在火力上有绝对的优势。除了穿甲能力强以外，贫铀弹的杀伤力也比普通穿甲弹更强。普通穿甲弹主要依靠穿甲时造成的碎片对驾驶舱内的战斗人员造成杀伤，而贫铀自身的燃点比较低，在穿甲过程中，大部分铀会被研成粉末状，由于摩擦会产生大量热能，这会导致贫铀弹直接起火燃烧，产生3000度以上的高温。高温可以融化穿甲弹头，也可以软化坦克装甲，同时也能让贫铀弹在进入坦克座舱后引发大范围杀伤。爆炸力及后效应远远超过一般的弹药，是对付现役复合装甲和反应装甲的最好武器。也正因此，贫铀成为最适合作为穿甲动能弹的材料。在相同情况下，贫铀的穿甲能力比钨合金要高10%到15%。近年来，有不少人表示，贫铀穿甲弹会被钨合金穿甲弹代替。改进型的钨合金穿甲弹的穿甲效率与贫铀穿甲弹相当。但在火力军看来，目前还是难以实现的。凡是用于改进钨合金穿甲弹的各项技术措施，同样可以用来改进贫铀穿甲弹，使其穿甲效率仍然保持领先地位。因为铀合金的强度、韧性以及某些特性超过钨合金太多了，短期内还不能看到全面超越铀合金的材料。不过，贫铀弹内含有放射性元素，所以也算是脏弹的一种。
贫铀弹本身存在时释放的辐射力很少，但在爆炸燃烧后会全部转变为放射性氧化铀粉末和气胶。最早发展贫铀弹的国家是美国，因为在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保持核平衡，双方都有大量贫铀库存，每年仅为了处理这些贫铀就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后来，美国发现贫铀拥有良好的穿甲性能，于是就将贫铀制成了穿甲弹。美国使用贫铀弹无非2个原因：其一，贫铀弹的性能好，穿甲能力要优于钨合金穿甲弹；其二，贫铀弹使用核废料制造，价格比较便宜，在成本上更有优势。美军也在海湾战争中检验了贫铀穿甲弹的威力，凡是被这种炮弹击中的坦克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利用贫铀穿甲弹，美国摧毁了敌方上千辆 T-72 主战坦克，而美军坦克无一损毁。但贫铀弹毕竟是以含有高浓度 U-283 的硬质合金为主要材料，虽然性能极佳又省钱，但却有着很强的化学毒性和一定的放射性。长期接触或大量使用贫铀弹会对环境和人体造成严重伤害。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大量使用了贫铀弹，造成了伊拉克被攻击地区长期受到污染。除了贫铀穿甲弹，贫铀在装甲防护方面同样应用广泛。美国 M1A2 主战坦克之所以能长期霸占世界最强坦克榜首，就是因其拥有2大杀手锏，其一就是攻击力强大。做装备的120毫米滑膛炮采用的是新型 M829 系列贫铀穿甲弹，其穿身可以达到1000毫米均质钢板的水平。其二就是防护能力强大。M1A2 坦克采用了独特的贫铀复合装甲板，在影响陶装甲防护性能的因素中，密度和断裂强度是2个比较重要的因素。高密度能提高对高速弹的防御性能，但也会增加装甲的重量；断裂强度则主要影响陶瓷装甲的性能。经过测试，贫铀复合装甲对于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抗打击能力，相当于超过700毫米厚的均质钢装甲。对于空心装药破甲弹的防护能力，相当于1300毫米厚的均质钢装甲。在海湾战争沙漠军刀行动的第2个阶段，美军第24机步师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一辆 M1A1 坦克陷入泥潭，一时之间难以动弹。美军出动2架 M88 装甲拖车都难以进行救援，最后只能放弃救援，但已经要将其摧毁，防止敌方得到这辆坦克。于是美军派出另一辆 M1A1 坦克，连续发射了3发炮弹，但只能射穿受困坦克炮塔的外层钢板。无奈之下，美军只能出动更多的 M88 装甲拖车，将这辆受困 M1A1 救出来。后来经过了详细检查，发现这辆被3发炮弹接连攻击的 M1A1 坦克并无大恙，在更换了炮塔和瞄准器之后，重新回到战场。连 M1A1 主炮都无法打穿自己的贫铀装甲， T-72 坦克就更不用提了。经过实战可以充分证明，贫铀装甲是目前世界上防弹能力最强的复合装甲。因为美国对相关技术的高度保密，外界对于这种装甲的结构尽量推测，有2种主流的说法：一是贫铀以碳化铀的化合形式被制成高强度的晶须，与原料烧结成陶瓷元件，然后嵌入钢基体制造成这样的结构，能吸收更多的能量；另一种是将贫铀以某种形式做成陶瓷周围的约束材料，增强整体性能。对于装甲来说，无论是哪种形式，对防护力的提升都是很大的。贫铀一方面可以通过高强度吸收炮弹更多的动能，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高密度来延缓炮弹的穿透，最终消耗完炮弹的能力。对于坦克来说，贫铀装甲唯一的缺点就是高密度带来的重量会影响坦克的机动性，除此之外全是优点。毫无疑问的是，贫铀在现在军事中应用非常广，这也是为何在英国援助贫铀弹后，俄罗斯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毕竟这对于俄罗斯装甲部队造成的威胁太大了。你们觉得在英国援助贫铀弹之后，美国会不会一起援助？俄罗斯又会做出什么反应？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